为了能在荒野吃上美味大餐，马特居然徒手抓到了一只火鸡。不过现在还不能立即上火炙烤，他们要先解决水源问题，因为一旦在脱水的状态下进食，就会使身体雪上加霜。位于墨西哥东海岸的尤卡坦半岛是举世闻名的度假胜地，然而在天堂的异域，有片浓密的原始丛林，蜘蛛、毒蛇甚至是美洲豹都在欢迎游客的到来。本期乔和马特将扮演2名在地下迷宫迷路的游客，他们朝着洞穴里唯一一处光亮走去，在地上找到了节目组投放的物资包、一副老花镜、一条超短牛仔裤、一瓶防晒油和一块沙滩毛巾。有用的东西几乎没有，只能依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。漆黑的洞穴里没有光照，很难探索。哥俩准备自制一个火把，而这副老花镜就是唯一生火的工具。乔开始四处搜寻枯树枝，马特则是穿上小短裤，从上面刮下纤维当作火炉，然后来到唯一的光照处。他利用小学6年级的物理知识，把拆下来的老花镜重叠，当作凸透镜折射太阳光，开始生火。太阳时有时无，等了半个小时才把纤维点燃。乔见状，迅速在毛巾上涂抹防晒油，这可以增加燃烧的时间。马特赶忙点燃火把，有了火光探路，哥俩才放心的带着物资寻找出口。不过乔的运气似乎不太好，带着马特走进了一个死胡同。为了避免在洞穴里转圈圈，他们决定在路过的地方做标记。迂回顺着旁边的路一直往下走，看见了一片发光的潭水。虽然水里可能有大量未知生物，但有光亮就证明前方有出口。二人打算来场豪赌，顺着光源使劲向前游。等浮出水面后，终于看到了星星面的蓝天白云。这里是一片陷穴，水中往往含有盐分或毒素。如果想要前往外面的丛林，就只能从悬挂下来的树根爬上去。部分树根已经被水泡得腐烂，要是选错，爬到一半就有跌回水里的风险。秉持着尊老爱幼的原则，乔让马特先上。老小子身手了得，像窜天猴一样往上爬，3两下就轻松登顶，不愧是荒野界的扛把子。乔也紧跟其后开始攀爬，依靠着手臂的力量拉动自己慢慢接近顶端，最后在马特的帮助下也成功登顶。但检查物资的时候却发现用来生火的眼镜片不见了，很可能是在水底游的时候石头划破背包，从开口掉了出去。乔决定下去寻找，马特连忙阻止。下去是容易，可想再爬上来就会面临体力不支的情况。可乔的倔脾气根本听不进去，不管不顾非要下去找眼镜片。马特无奈只能祝哥们好运，在水里兜了一大圈，结果连毛都没看到。马特只好保证自己有办法生火。原本乔还没面子打道回府，马特给了个台阶，他立马顺着爬上去。随着体力渐渐不支，乔一不留神就差点掉了下去，好在最终还是有惊无险的爬了上来。接下来两人一致决定往西走，寻找大海。本以为在丛林里能轻易找到水源，可走了一段距离才发现这个地方非常干燥，就连水塘里面都没有水分。认清现状后，哥俩垂头丧气地往前走。眼看太阳已经落到山头，乔不想晚上摸黑搭建庇护所，于是便和马特商量停止赶路。他有一个需求，就是晚上不想睡在地上，因为小腿都早已被虫子咬得千疮百孔。马特是个优秀木匠，有着20年的搭建经验，这点要求不足挂齿。等乔寻找木材返回时，马特的庇护所已经搭好了一半。他利用4棵挨在一起的树做床架，足以支撑起400斤的胖木。乔很满意，主动接手了剩下的工作。马特则是负责弄些原始的驱虫剂。怎料刚走1里地就撞见了蛇凶，这是一条热带响尾蛇，红白相间的花纹非常美丽，也非常危险。马特不打算跟这个小家伙开战，按照大自然的规则，他死死盯住小家伙的眼睛，慢慢往后退。在撤出响尾蛇的领地后，继续寻找天然驱虫剂。这棵树可以驱蚊虫，是生长在原始丛林里的一种热带果树。等用小刀砍去外皮后，红色的树木里慢慢渗出白色的汁液，这便是天然的驱虫剂。收集了一些，马特兴奋地把战果拿回去和乔分享。乔不仅搭好了床铺，还贴心地给老兄准备了一个枕头，随后把汁液涂在床铺的4周，防止蚊虫的入侵。乔不断夸奖马特，声称又跟着他学到了一手。可在听到马特刚刚放过一条蛋白质时，他的笑容瞬间僵住。乔被马特的骚操作搞傻了，放过蛋白质大餐的原因，居然是因为她长得太漂亮，不忍心下手。马特的迷惑行为，乔十分不理解也不尊重，但马特体谅乔的碎碎念。乔是退役特种兵，接触大自然不久，自己可是自然之子，意见相悖也是在所难免。不愉快地度过了一晚。第二天，两人饿着肚子继续赶路，途中马特时刻注意着水和食物。突然在树丛里瞥到了一只虎鸡，他小心翼翼地拉着乔隐蔽，述说着自己的发现。可乔瞪的眼珠子都要蹦出来了，却还是什么都没看到。马特不得已只好让乔待在原地不动，自己则是手持祖传宝刀猥琐靠近。尽管马特已经十分小心，但还是引起了火鸡的注意。他赶忙停了下来，等火鸡放松警惕后，再鬼鬼祟祟地往前爬。眼瞅着只有一步之遥时，猛然跃起，没等火鸡反应过来，就将其拿下，然后干净利落地砍断鸡脖子。马特虔诚地为他祈祷往生。乔跑来一看，高兴坏了。现在他可以原谅马特放过蛇兄的愚蠢行为，原地拔毛清理干净。不过现在还不能上火炙烤，他们要先解决水源问题，因为一旦在脱水的状态下进食，
就会使身体雪上加霜。很快，马特注意到附近有棵树长得格外高，猜测它的脚下一定有水源的支持。哥俩兴奋地朝着树出发，果然有一大片水源。来到岸边，乔浅尝一口，不臭也不咸，保险起见，还是得找个容器把水煮开再喝。随即决定在此搭建营地休整一晚。乔负责寻找容器来装水，马特则是生火搭建庇护所。没有生火工具，他便就地取材制作火攻。论手工活这一块，还得是马特。3+5除2就制作完毕。一想到能吃上香喷喷的烤鸡，立马使出吃奶的劲，疯狂拉动弓弦。忙活了10几分钟，终于冒出白烟，然后将火星放到火笼上，轻轻地吹上一口气，火苗迅速窜起。火堆刚刚升起，乔带着水返回，没找到像样的容器，他只能用龟壳来代替。趁着煮水的期间，马特利用藤条编制起了夜晚睡觉的吊床。乔也迫不及待地处理火鸡。等到天色渐黑，烤好的火鸡肉外焦里嫩，乔大方地把第一口肉拿给马特，这是他应得的。老小子懂得知恩图报，马特深感欣慰，笑眯眯地接过了这份殊荣。时间一晃来到第3天，两人容光焕发地继续前进。等走出茂密的丛林后，前方是片红树林沼泽，这就意味着他们进入了沿海地区。但烦人的是，他们长得乱七八糟，必须得撅屁股蹲着走，跟小姑娘跳舞似的，影响他们的男子气概。乔骂骂咧咧地穿过红树林，原本烦躁的心情在看到蔚蓝的大海后瞬间恢复平静。哥俩沿着海岸搜集飘上来的塑料垃圾，想把它们点燃，利用黑烟发送求救信号。马特看上了一个精致的海螺，抽出小刀敲开顶端，对着口子就使劲往里吹气。你还别说，这号角的魔力就是大。不多时，一艘渔船出现在了海面，两人激动地打着招呼，至此成功完成了本次的挑战。